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，提供白话医疗、照顾技巧、社会福利与服务输送等资讯，给社会大众、社工系的学生，或是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，一些滋养或是工作技巧等知识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喜欢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， 有我一切都安然。请问你的孩子有手机吗？你容许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？那你的第一只手机是多大的时候才有的？那你知道家园机构的孩子有手机吗？我告诉你，大部分的机构的孩子是没有手机的，有些也没有零用钱，或是有些国中生一天才10块钱的零用钱。这个钱能够做什么？连买饮料都不够用。我有一个朋友10多年前当寄养家庭的寄养爸妈，他说要来他家当寄养童的都要排队。有一天我去他家做客，寄养妹妹是一个高中生，是一个心智障碍的女孩，想买一个小东西，就跟寄养爸爸要钱买东西，被寄养爸爸回绝了。我就很好奇，问寄养爸爸，我这个朋友，我问他说，他没有零用钱吗？我的朋友这个寄养爸爸说，他不需要零用钱。那我就更好奇了，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？我朋友说，没有那个必要吧。我又问，那他高中毕业之后离开你的寄养家庭，谁要教他如何理财？谁要教他如何花钱呢？很多人的思考就是没那个必要，不需要啦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约20年前，我机构的孩子有零用钱，也有手机。青少年的钱那么难募，为什么还要给孩子零用钱呢？这就是谈到主事者如何看待这些事情。不给零用钱真的很省事情，因为没有丢钱的问题，也没有偷钱的问题，可以省很多的杂事。但是孩子离开家园，谁教会他保管钱、运用钱呢？我记得面试的时候，主任告诉我，他经营这个机构的理念是一个替代家庭，就是机构没有办法给少年父亲跟母亲，除此之外，少年跟他的同班同学、国高中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同。简单来说，别人家里有什么，我们家园也有，只是家园的少年没有真正的爸跟妈。所以我们少年假日可以外出，到晚上8点9点回机构，有零用钱可以选择如何花钱。有些少年喜欢玩电脑，有些人自己在机构组装电脑，别人要花钱上网咖，他在机构自己吹冷气上网。当生辅员，低阶的生辅员是管秩序，当风纪股长。中等的生辅员是跟少年一起生活，如果是高阶的生辅员，是教导少年如何过有品质的生活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少年在家庭会议中问，为什么要我们开这么无聊的会议呀？我说，这就是以后你要如何跟别人沟通事情的一种学习。
有一天你会有自己的家庭，家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，你要跟你的太太、你的小孩子沟通，就是要这样子来处理。但是不一定要有会议记录这件事情，这是一种学习。曾经在屏东负责监护权的收出养调查，法院的交办的委办案件，有一次访视的一个祖母，因为儿子不学好，前媳妇有了新欢，就把小孩子送进了育幼院。因为祖母从小把这个孙子带到大，曾经去育幼院探视过孙子，被育幼院的工作人员婉拒，告诉祖母说：“放心啦，在我们机构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，还有硕士。你家有硕士吗？你的家有我们育幼院大吗？这样子，孩子只能永远活在机构中，没有办法出来俗世的生活。机构是一个三餐温饱的地方吗？那充其量不过是民国光复的时候的孤儿院。现在的孩子不只是失依，而是父母不管，亲友也不敢管的孩子才会来到机构中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有些机构有班长制、学长制，我还以为来到了军校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大的管小的，老的管新进的。这只是生辅员自己偷懒，把自己的工作分包给其他人，这会产生不公平、权力不平衡，造成集体霸凌的事件。有时候机构的性侵害就是少年与少年间权力的展示，屈服在暴力或权力之下，就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事情。下一集有一个番外篇，机构的虐待事件的黑暗史。为什么机构会有集体性侵、机构虐待的事发生呢？电视新闻上讲的都是真的吗？敬请收看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